型号。可以，手握拳，磕看，弯一点，哦，磕大力，手肘要弯一点。要消耗药洗吗？对，那个手很好，很好，挺硬的，哎，你可以擦，就有些那个新的药洗啊，是用我师门的那个药啊，因为没有虎骨髓，啊，用了其他的药取代一下，弄出来。那这个药呢，我以前用啊，就是练筋骨的，就是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练这个靠手，去靠树啊，靠木啊，跟人靠啊，靠完之后擦，啊。当然还有就是年轻的时候搞了，我有跟你们讲过嘛，就是找那个樟木啊，樟木的边角料，我不晓得用樟木粉行不行啊？应该也可以吧。不过樟木比较有油啊，油性比较高，用樟木去煮，煮一盆。洗澡的时候呢，洗完澡擦也可以啊，或者只擦上半身，洗完澡擦。要加一点那个药，煮完以后加一点那个药。煮的时候要加什么呢？樟木里面啊，在煮的时候，樟木里面加一点花椒啊，加一点花椒，加1-2个猪脚也可以。不要啊，这个没有啊，这个没有，就是樟木皮或者樟木人家木店里面弄下来的那个边角的东西。我那时候到木店啊，到木店去跟别人要那个来啊，在20几岁的时候，20几岁30出头啊的时候，那我那时候用的药呢，是我师父那个时候早期万华有人杀老虎，他听到了以后啊，去跟别人要了，刮了一点点虎骨髓来泡的啊。那我后来练没多久啊，刷没多久，跟同时练拳的那些比我练很早的啦，靠手打，他就觉得说，哎，奇怪，他的感觉是打上去那个力量就散掉了，就打上去力量散掉，啊，所以他说他讲的啦，他讲的并不是我讲的，他说，哎呀，我了解为什么叫做铁布衫，为什么叫铁布衫？因为他发现那个力量打上去以后散掉，啊，所以它有这样的效果，啊，那起码在靠打完啊，你去擦它去瘀跟活气血，啊，所以这个药你们可以去试试看，尤其是年纪轻的凤医啊，那个湿化的那个小臂够硬的，还可以硬，还可以硬，你们气血还没有枯嘛？气血还没枯，都可以试试看，因为以前没有东西擦啊，没东西擦，我不敢要你们去练，不要打得太厉害，不要打得太厉害，那起码你轻轻的手握拳，放松的，你自己打也可以，找一个桩来的时候跟同学间敲也可以，要这样子敲哈，要这样敲，不要这样敲，不要这样子跟这样子啊，要这样子，不要打在关节周边，就是这一段啊，
啊，或者是全背，全背也可以。这些啊，对，因为关节周边这边是脆弱的。你们知道关节的上下大概1寸以内，这些地方是非常脆弱的。我们擦药的时候可以去顺便擦到，可是在练打击的时候，不要去打它，因为它很容易受到你不知道的伤害，晓得吗？药洗可以擦到。那这个练这个地方。练这个地方哦，一个是骨头，第二个啊，练这2根骨头中间的筋会长满啊。你们摸我的，我刚才摸湿化的，它有，它虽然瘦啊，可是它那个2根骨头中间的你来你手过去，你看它，你们摸摸看，它那个2根骨头的中央，可以摸一下，可以。它2根骨头的中央的筋肉有满出来啊，这样不懂？所以练这个东西，因为它两根骨头啊，2根骨头如果是各自在受力的话，它是非常脆弱的。所以我们这样练的时候呢，把它2根骨头中间的那个筋肉长出来，让2根骨头能够结合在一起。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不要这样打？因为它是单根受力，它是单根受力，很容易断的啊。那我们练拳，我们不要练那种断掉再长起来，断掉再长起来，我们不要这样练，晓得吗？我们用自然的、缓和的方式练啊。所以你们可以去试试看，去试试看这个啊。那这样子，我们人家练拳的时候对视的时候，一个手放在前面，所以放在前面这个手，你这个手放在前面，从手指到这整条手臂每一个地方都不可以是脆弱的，否则你放在前面，你不是找麻烦吗？授人以柄嘛，听不懂？所以他既然招式里面能够把这个手放在前面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他这条手臂放在前面的，就是军队一样嘛。在前面的是谁？是最精锐的部队。他因为够强、够精锐，所以他敢把它放在前面。这是练这个手臂啊。一开始练，其实这个东西是从小练的。我刚才教这个东西靠打这些东西啊，以前练拳都是从小练的。我们现在是不行了。以前练拳是什么？练武的家庭，他要培养这个小孩子。老学生听过，小孩子生下来以后，抱着的时候，就给他做全身按摩，从生下来做全身按摩，然后骨头的地方捏压去刺激它，关节的地方去压去开它，所以他要把身体每一个地方从生下来开始，就每个地方都要施加恰当的压力。所以那个孩子从小生长起来的时候，那个身体啊，每个地方啊，都已经承受过适当的，在这个慢慢增加的压力里面，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起来。所以从小练拳，他一开始就可以练这个，可以练靠手啊，可以练跳啊、弹啊、串啊，可以练这些。这个是真正的练武世家，传统练武是这样。再不然你就是从几岁，从5岁、6岁、7岁、8岁、10岁都晚了。
晓得吗？就从那个时候，从那个时候要打根基了。根基是什么？根基就是筋骨。所以以前看，哎，这个人是要收徒弟，这个人适不适合练武？摸哪里？摸骨头，摸骨头，肩膀的摸，手臂的摸，腿上的摸。骨头不够硬，不要练了。所以这个基本条件要够，真正要收徒，他才收，否则你白花时间。因为到了那个年纪了，骨头再要变成那个强硬，已经要花很多时间了。除非是很轻的人，否则这种孩子他不收了，这样不懂？所以要挑嘛。所以我为什么讲现在人练武不要去想前辈的功夫了，因为我们差太远了，追不上的。所以现在的人说前辈什么都是神话，都是什么？我曾经看过一个大陆上一个女孩子，她教古筝的，她说什么？她说大白话，她说你们是中年开始学古筝，或者说20岁以后青年开始学古筝，你们要想学到我这个样子，想都不要想，你们就当好玩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他说我从4岁开始，4岁就开始练，我没有童年，一天练5、6个小时，7、8个小时，练到大这样子，然后再在学院里面，他说一天在学院里面一天练10个小时都是很平常的。同样的那个唢呐的，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女孩子，唢呐吹得很好的，她也是从大概3、4岁吧，冬天也是一样，早上3、4点就被爸妈挖起来了，到公园里面去练长音。他们是从那个情况下一天花那么多的时间，没有童年的那样练起来。所以他说你们从中年你们要达到我这样子，我跟你们讲，直接跟你们讲，你们不可能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学你们可以学的，你们能够自娱就够了。练武更是这个样子的，晓得吗？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谁天分好、营养好什么，你可以练得比以前人强。说以前那些人的功夫根本就是吹出来的，胡说八道。你没有那样练，我们没有那样练，我们不可能那样练。听不懂？可是我们可以知道什么？我们可以知道我能练什么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路不要走错，路不走错，你走到什么地方是看每一个人的条件，晓得吗？起码路对。所以面对传统的武术，面对这种正规的前辈，像这种的照片，也不过是前几十年嘛，他们还有这样子的根基。那为什么其他的没有？其他 Google 出来的那图片100%都没有。所以你光那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嘛。
你光装的东西、根基的东西就错了，那个东西就错了。你后面再怎么追求，再怎么练，你可以跳多高、蹦多远，通通没有用。这样不懂？啊，所以要知道，我们都是业余，我们都是业余，我们都是从前辈里面得到一点点，能够满足我们现在自己的需求跟仰望就够了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加，一点一点的加，晓得吗？这样子练啊，所以那些高功的东西，那些传说的东西，那些虚幻的东西，通通不要去想，不要去想它，不要想它，我们是不行的。啊，了解这个啊，才不会一直练啊，练一辈子啊。眼睛还是瞎的，会有不确实的期望啊。但是我学的东西，我教各位的东西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到？东一点西一点，东一点西一点。武术是一个广泛性的东西，它是一个广泛的，对人的训练是广泛的。武术本身需要的身体条件、身心条件也是广泛的。所以为什么说它可以开发人的潜能呢？因为它是广泛的，它希望把我们的人的身心可以运用到的部分，全部都能够练到，全部都能够运用到。听不懂？那这个对现代人是好的。但是现在的传统武术的发展，把武术练窄了，越练越窄，越练越窄。然后太极拳就搞一个推手，就搞一个发劲，搞一个这个东西，越往下发展，你可以听力越来越好，可以发劲发得很漂亮。可是那个东西已经把太极拳、把武术的东西已经变得非常窄了，已经变得非常窄了。其他的呢？其他的没有了。你可以站着发，你可以坐在椅子上发。打斗当中你能发吗？所以打斗需要的条件很多。我们希望把这些人把这些能力全部都知道，然后去尝试它，去练，你上擂台去打，一直打擂台，那个能力也是什么？也是被限缩的，也是被限缩的，所以这受到现在的学科分类的影响啊，每个东西都被分成一小部分，这就一个完整的东西啊，被切割，被切割的到最后，每一个东西独立，可是每一个东西都不成一个样子，这样子这个文化就没有了。听不懂？现在最危险的是这个，所以我们把每一个基本的东西啊，我们身体需要练到的，我都尽量让大家去尝试，尽量让大家去练到。
啊，你们有时间就去练，就去开发这个部分、那个部分啊，能得一点点进步就相当好。讲不懂啊？比方刚才你能从大肌肉的使用习惯放掉，转入到小肌肉的使用，这已经是很大的一步跳跃了。这是很大的一步跳跃了。再转入到筋，怎么去使用筋，主动的使用筋，这又是一步很大的跳跃了。听不懂？好，好，从什么地方讲过来的？忘了啊。反正我们练中国传统武术，要知道它是一个多元的，它是一个广泛性的东西。因为打斗这件事情不能被限制住，你就记得这个好了。打斗这件事情，人不能被限制住，你被限制住，你就死掉。听不懂？像以前骑兵一下马就完蛋，枪兵一没有枪了就完蛋。那是什么？那是部队里面针对特殊的需求，就把这群人练成这个能力，那群人练成那个能力，然后大家相互起来做一件事情。可是民间不是的，民间没有人跟你说这样子互补的。听不懂啊？所以中国传统武术是需要这个人要各方面的能力的啊。好啊，你们再练练看。